如果你问我在哪一家公司成长的最多，我想到的不是某个互联网大厂，而是我在一家创业公司 NAS Company 做 Head of Engineering 的经历。因为他教我的并不只是怎么去做产品，怎么去做管理，怎么带团队，他还让我第一次很具体的看到什么叫 ownership， 什么叫 transparency， 什么叫 founder 真正的在 build 一家公司，文化是怎么样被做出来的，人又是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改变的。第一件让我真正很强烈的感受到这一点的是他们每一周的 Monday Meeting。 很多公司都会有 All Hands Meeting， 都会有自己的全员会，但说实话，很多公司这种会开完之后，你其实什么都没带走，没有准备，没有结构，没有真的让你更理解公司，有的时候甚至连 slides 都没有，就是大家上来随便讲几句，美其名曰 Fireside Chat。 你听完之后不会更清楚公司到底在做什么，也不会更清楚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但 NAS 的 Monday Meeting 不是这样的，每周一1个小时，Founder 自己去讲，而且不是随便讲，是真的会认真的去做准备，会有 slides， 会提前练习，会讲这一周公司发生了什么，会亲自 demo 公司的产品新上线了什么功能，会讲 roadmap， 会讲挑战，会讲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有3个好的反馈，3个坏的反馈。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就是去猜公司这个月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你仔细去想一想，这其实很少见，因为在大多数公司里，很多员工可能连自己的公司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都说不清楚，但在这里，这些事情并不是只有 management 才知道。我们内部一直有一个概念叫 No Secrets， 这个东西我之前其实也听过，很多公司都会说自己很透明，但我后来越来越觉得，透明并不只是老板愿意多讲一点，透明是你有没有真的让每个人都活在同一个上下文里。而 Monday Meeting 做到的就是这件事儿，它并不只是简单的在做一个信息的广播，它是在不断的提醒每一个人，你不是孤立的在做你自己那一点点事情，你是在参与一家公司，你需要知道这家公司到底在往哪里走，遇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现在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后来才慢慢的意识到一句话，文化不是写在公司墙上的一句话，文化是公司反复让你看到什么，参与什么，理解什么。而 NAS 这家公司很多的文化不是靠说出来的，是靠这些很具体的机制一次一次做出来的。而第二个让我印象很深的点是这家公司背后的 founder。 Monday Meeting 之所以能做到这个程度，不是因为这个流程设计的有多好，而是因为这家公司背后的 founder 本身就是这样做事的人。我们的 founder 叫 Nosair， 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红。很多人一听是个网红，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这个公司是不是很表面，很社交媒体，很浮夸。但我进去之后的感受完全不是这样的，我反而会觉得 Nosair 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前瞻性，而且执行能力很强的人。他是哈佛大学毕业，主修经济学，辅修计算机，而且他在10几年前就已经看到了短视频的潜力，开始了 NAS Daily。更重要的是，他不只是看到了而已，他是真的把1000天做1000个视频这件事情完完整整的做完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厉害的部分并不只是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真的可以长期稳定高频的把一件事情做下去，这就是一个反人性的事情。所以你后来再去看他做公司，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很一致，因为他做内容时候是这样，做公司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只是把做内容时候那套长期主义和执行力直接带到了公司里。所以 Monday Meeting 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它背后反映的其实就是 Founder 本人的做事方式。我也慢慢意识到 Founder 不只是公司的代言人， Founder 很多时候就是公司文化的源头。你在这个公司里看到的很多的东西，比如说透明、同步、节奏感，还有对表达和执行能力的追求，本质上都不是凭空长出来的，他们都是从 Founder 身上一点一点渗透到公司里面的。再分享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点，是公司真的会把分歧摆在台面上。我们公司有一个匿名的 Q&A meeting， 基本上是每2周一次，开会之前会发一个链接到群里，大家对公司有任何的想法，不管是表扬、质疑、抱怨还是不同意见，都可以匿名提出来，大家还可以给这些问题投票，然后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从高票的问题开始一个个的去聊。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其实你放到很多的公司里面去看，你就会发现很多公司真的做不到这一点。很多公司也说自己有 Q&A，
但其实所谓的 Q&A 只是提前准备好的一些很安全的问题，有些时候甚至全程大家都是被禁言的状态，不能说话，不能追问，连文字都没有办法发。最后你看到的并不是 Q&A， 只是一场已经排练好的表演。但 NAS Company 不是这样， NAS Company 至少会把这个空间真的搭出来，让问题出现，让分歧出现，让大家去看见原来在不同的团队之间对同一个问题真的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个组织最危险的状态不是有分歧，而是这个分歧一直存在，但是没有被说出来。而且很多的讨论本身也很有价值，比如说之前就会有人问，为什么 engineering 这边很多东西明明都已经搭得差不多了，我们只是想把一个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还会这么难？我当时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说这就像是炒菜，大家都炒过菜，当你菜炒到一半发现菜的味道不对了，这个时候最难的往往不是重新去做一盘，最难的是你要把这盘已经炒坏了一半的菜给救回来，而且这个菜它可能还不是你炒的。系统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表面看起来问题很简单，东西都还在，但你要把它改对救回来还不影响别的地方，这个过程非常的难。像这种讨论我觉得就特别的好，因为它会让不同的部门之间真的开始彼此的去理解彼此，而不是永远停留在为什么你们做事这么慢这样的指责里。再往后看，第4个让我印象很深的点是这家公司连 team building 这件事情都是自己认真设计过的。很多公司也会讲 team building， 但很多时候那更像是一个 HR 的一个流程，大家聚一下，做个游戏，吃个饭，拍个照，结束了。甚至很多时候公司连这些活动本身都是直接找外面的 vendor 去设计的。但我后来会越来越觉得，如果一家公司连自己的 team building 都不愿意自己去设计，你怎么能期待一个外面的人能帮你把公司的文化建立起来呢？ NAS Company 不是这样，比如说每年的 retreat， 各地的员工会分去同一个地方见面，巴厘岛、新加坡、迪拜、阿布扎比这些地方公司都安排过，每次 retreat 通常会有差不多1个星期，一年里面难得有一次这样面对面的机会，所以这段时间会被非常认真的对待。老板会准备很多很重要的内容，会讲接下来公司要往哪里走，会讲新的一年的计划，也会安排很多让大家更了解彼此的环节。比如说我们会有 personal sharing 的环节，大家会去讲自己过去的经历，会讲自己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会有一些对彼此的 appreciation， 会把平时对彼此没有说出来的认可真的说出来。也会有 speed chat 这种形式，让平时不会很深聊的人真的有机会坐下来好好的去聊聊天。我们也会安排很多的互动，比如说我们会围绕着公司发展去做出一些辩论，而且有的时候辩论出来的结果真的会进入新的一年发展的方向。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是大家一起会去准备内容，比如说 retreat 的最后一天，大家可能会分组进行表演，一个组可能会有7、8个人，有的组会去拍短剧，有的组做音乐，也会有一些很有创意很有想法的表达。因为公司有独特的创作者的背景，你会意识到这个公司充满了有才华的人，公司也会给第1名一些奖金以此鼓励。除此之外，大家有的时候也会一起去拍公司的宣传视频或者 NAS Daily 的内容，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家公司并不只是把员工当成执行的人，他也会给大家空间去表达去创作。另外公司也会很关注大家的健康，所以 retreat 里并不一直只是坐着聊天，大家一起会去做运动，会有 fitness challenge， 也会有一些比赛，比如说乒乓球比赛。公司还会给活动基金，让不同的 team lead 带着大家出去玩。而且这种事情并不只是发生在 retreat， 平时公司也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活动，比如说 fitness challenge， 我们会给大家设置成一个目标，然后1个月之后看谁的身体状态变化最大，然后我们会给发一些奖励。也会有一些很特别的 challenge， 比如说大家一起去研究宗教，每周会看一个宗教相关的内容，然后一起去讨论自己的理解。也会有一些跟内容创作相关的 challenge， 大家一起会去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看谁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做出最好的内容，拿到更多的效果。所以我后来会觉得 NAS Company 的 team building 并不只是让公司看起来更有文化，
它是真的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表达、理解和共同成长都当成了组织的一部分，在认真的设计。再往下讲，第5个对我影响很深的点，其实是我自己在这个环境里所经历的那些挑战和成长。我说的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不是零散的。它不是说这里有个 team meeting， 那里有个 Q&A， 再加一个 retreat， 你的公司就会变得很好，不是这样的。它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很一致的东西，就是这家公司真的会去想人和人之间怎么连接，团队怎么对齐，公司怎么把文化做出来。而后来我很多的成长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是我在这里的同时也经历了很多很具体的挑战。我学到的并不只是一些很抽象的管理的理论，而是很多真正发生过而且不太好处理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公司正处在一个从初创走向更有规模的一个阶段，而一个公司在初创时期所需要的人和一个公司在扩张时期所需要的人其实是不一样的。初创的时候很多事情靠的是冲劲儿，靠的是少数几个人快速把东西做出来。当公司真的开始往上走，开始要变成一个更有规模的组织时，它面临的问题就不一样了。技术上的问题会开始积累，组织上的问题会开始出现，很多原来靠人扛着也能扛过去的东西，到了这个阶段就必须真正的认真被解决。所以我当时加入其实就是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我想要的事情不只是把现有的 team 管好，而是怎么样能帮助公司突破那个阶段性的一个瓶颈。而对一个空降进来的 leader 来说，这件事情天然就会带来很多的阻力。你会和老员工有摩擦，你会去改一些东西，大家也会本能的排斥，因为变化本身就会带来不适感。没有人天然的喜欢变化，但很多时候公司又不得不变。所以我刚加入的那段时间是真的引发了一些冲突，你管它叫地震也好， culture shock 也好，反正它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过程。很多原本藏着的问题都被翻出来了，很多原本不会说的分歧也都被摆在了台面上。但我到现在都很感谢诺塞尔，因为他没有因为这些冲突的出现就直接觉得是我的问题，他没有简单的把有阻力理解成你做错了，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很仔细的跟我去聊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这些调整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应，它背后的逻辑，背后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最后他发现我做的那些事情其实方向都是对的，他们是真的能帮公司解决问题的，而且他也相信我有能力把这些问题解决下去。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做了很多团队结构上和人员上的调整，而我也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了非常强的 engineer。 这些人现在过了3年都还是整个 engineer team 组织里面非常核心的一批人。所以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它让我第一次很具体地感受到，很多时候管理不是你会不会讲道理，而是当冲突真正出现的时候，你和你的老板能不能一起把问题看清楚，然后把对的事情坚持下去。后来我在别的公司其实也遇到过很多很类似的情况，同样是公司在往前走，同样是有人需要去推动一些不那么舒服的改变，同样也是会引发内部的阻力和抵触。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更清楚地看到了，老板对冲突的接受能力是真的会决定很多的事情。有的老板会把冲突当成一个信号，会去看这些反应的背后到底是人的不安全感，还是这个调整本身真的有问题。也有的老板会本能地回避冲突，一看到阻力就想把事情压回去，一看到摩擦就开始怀疑这个改变本身是不是该发生。而这两种处理方式最后带来的结果会非常不一样。很多的改变失败并不是因为方向错了，而是因为组织没有能力承受它所带来的摩擦。很多的老板以为自己在管理变化，其实他只是在逃避自己对冲突的恐惧。所以我后来会觉得，一个公司能不能在管理上真的往前走，并不只是看那个 leader 有没有判断力，也要看他的老板有没有能力陪他一起穿过冲突。而且这家公司本身上也不是一个技术很轻的公司，虽然它是创业公司，但它真的有很多很复杂的技术挑战。因为我们的客户是分布在全球的，怎么在全球收款，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怎么能让全球不同地方的用户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品的体验也很难。同时我们做的事情又和钱相关，所以会有很多的欺诈问题。但这个欺诈并不仅仅是信用卡欺诈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同时又是一个内容平台，所以你会碰到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人会利用平台去发钓鱼邮件、钓鱼网站，
有人会攻击我们的平台，试图让我们的服务出问题，也有人会借用我们的流量链接到他们的网站上去影响搜索的权重。所以你不能因为它看起来像是一家内容公司，就觉得它的工程问题很轻。很多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支付、风控、反欺诈、平台安全、内容质类，这些东西同时叠在一起。但对我来说，这家公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让我重新感受到工作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后来也去过一些别的创业公司，有些工作当然也成立， business 看上去不错，钱也能赚，但你心里会知道，它之所以存在，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它赚钱，并不是因为你真的感觉到这件事情本身特别值得做。但在 NAS Company 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离用户很近，你能看到这些内容创作者，看到这些想做自己 business 的人，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从没有方向走到真正有自己的内容、产品和收入的。你会觉得你做的东西真的在帮助一些人把生活往前推，这个感觉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而且公司也不只是服务这些内容创作者，他也在鼓励自己的员工去表达、去发声、去创作。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员工自己也会持续在 LinkedIn 上去写东西、做内容。后来我会觉得这可能才是我真正认同的一种工作，不只是因为它能赚钱，而是因为它真的在帮助一些人变得更独立。第6点我想分享的，也是对我来说成长最重要的部分，是我和老板每周的汇报。因为这个对话不是普通的 weekly catch up， 它不是简单汇报这周做了什么的流水账。我每周都会认真的去准备文档，会写这周什么东西做得好，什么东西做得不好。但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后者。每次对话里，我们都会拆这些问题，去判断哪里出了错，推进哪里不够好，也会去分清楚哪些东西是组织的问题，哪些是技术的问题，哪些是我自己的问题。每次聊完，我们都会有很多的 action items， 接下来要改什么，要补什么，要继续观察什么，哪些事情下周还要再回来去确认。这个 cycle 我们每周都在做，不是做1、2次，是真的一周一周这样做了2年。而当我再回头去看这些会议记录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那是我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因为它把我那2年里很多真实的判断、失误、调整、成长全都留下来了。而我的成长就是这样一周一周的复盘，一周一周的改，最后慢慢磨出来的。如果说要我把前面这些东西收一下，最后一个我想讲的点，其实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会认真的想去讲 NAS Company， 并不是因为它是一家没有问题的公司，而是因为它是一家真的会塑造人的公司。我记得我们 CEO 公开说过一句话，我一直印象很深。他说他希望 NAS Company 会成为很多员工最后一家工作的公司，并不是因为大家一辈子都要留在这里，而是因为他希望大家离开这里之后，已经成长成一个可以为自己打工的人，可以成长为一个超级个体，可以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内容、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解释了很多的事情，它解释了为什么这家公司会这么重视 culture， 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表达、分享、ownership。他并不只是想把你训练成为一个更好用的员工，而是想把你变成一个更独立、更完整的人。他会给你压力，他会给你复杂的问题，也会给你很多的摩擦，也会逼你去面对很多原来你可能不会主动去面对的东西。但如果你真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走下来，你会理解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会更理解 culture， 会更理解团队和组织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也会更理解很多真正的重要的成长不是发生在某一个人生的高光时刻，而是发生在这些持续、具体甚至有点不舒服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今天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讲这家公司，不是想把过去讲得特别的美，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公司不多。如果你刚好也是那种不只是想找一份工作，而是想在真实的挑战里把自己再往前推一步的人，那我会觉得 NAS Company 是一个值得你认真看一看的地方。如果你听到这里，谢谢你愿意听我讲这么久，也希望我今天的这些分享能给你成长带来一点启发。